大师，你仔细看看，我妈妈的坟位对不对？这儿要不要种棵树啊？为什么要选中我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小伙。接下来就讲述一下我遭遇的怪事。我的名字叫张进强，凭借英俊潇洒的外表追到了厂长的女儿小兰。可是，一生好强的我也不想一直寄人篱下，于是趁着小兰怀孕的机会，想要单独出来闯荡。可没想到，我接连面试几家公司全都碰壁。看来我的天赋全都长在脸上。晚上回家以后，小兰非常不开心，劝说我回到老丈人的工厂上班。我只好以退为进，承诺1周内找不到工作就回去上班。次日一早，我就来到一栋大厦里面试。我想见这儿的经理，我是来应征的。他没空见你，他去见上帝去了。什么？好，让一让。哎呦，让让。这次真是倒霉，面试不成，反倒被溅了一身血。找了一天没有合适的工作，我就回家吃饭。突然一份报纸突然飘了进来，报纸上有一份保安工作非常适合我。于是第二天我就来到那栋大厦上岗。这座大厦虽然只有我、香港先生、小丁、胖子4个人上班，但是这区的治安呢，属我们这座大厦最好了。给我介绍工作的叫汉叔，他告诉我这里除了1层的商场和地下室全部都租出去了。随后我便和胖子一起巡逻，他内急去了厕所。我在电梯口等他的时候，对讲机里告诉我家人打来了电话。我以为是小兰快要生了，就独自坐进电梯下去接电话。可没想到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电梯居然失控，一直向下走，无论我怎么按按钮，电梯也停不下来。很快电梯就来到了根本不存在的地下18层，地下水也倒灌进了电梯。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电梯门突然打开，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幸运的是，不一会电梯自己恢复了正常。回到大厦内后，我急忙冲向保安室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家。可当大家来到电梯这查看的时候，一切却恢复了正常。电梯内根本没有地下水，汉叔还以为是我上夜班太累，发生了错觉。等回到保安室的时候，香港先生已经做好了火锅。他在得知刚刚我遇到的怪事后，表现出非常不在意的样子。阿强，你真是走狗运呐！偏偏你出事，怎么不让我遇上呢？是真的，我不会说谎骗你们的。你说谎也好，没说谎也好，那有我在这儿，你就放心吧。我还有碗黑狗血没倒掉呢，要有什么动静，我就看准了泼那个王八蛋。香港先生话音刚落，怪事就发生了。汉叔开始劝说香港先生道歉，可香港先生却不以为意。下一秒，香港先生就被骨头卡住了嗓子眼。送到医院以后，骨头很快就被取了出来。可苏醒后的香港先生却吐出了2两泥浆，然后就一命呜呼了。第二天，我和同事们就来帮助香港先生完成了葬礼。葬礼结束后，一个替人看风水的法师用异样的眼神看向了我。我刚到大厦工作，就遇到这么多怪事，非常疑惑，于是就想找见多识广的汉叔问个清楚。可就在我向汉叔家赶时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一张汉叔收藏多年的报纸突然自己动了起来，报纸上豁然写了一篇猛鬼红山仔的报道。正在做饭的汉叔并没有注意到报纸正在向他靠近。
就在此时，我也来到了汉叔的家里。就在我寻找汉叔的时候，汉叔突然倒向了我。我发现汉叔的手里居然死死攥着一张报纸。就在汉叔的追悼会这一天，我把报纸拿给了胖子看。这么可怕啊！就在此时，我发现那天在坟场见到的法师也来到这里。追悼会结束后，我和胖子就跟法师回了家。法师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：你们看得出上边吊的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上边吊着3个葫芦嘛。不错，是3个葫芦，但是落地无影，正阳之下也是无影。所以说午时的阳气最盛，阴气最弱，这个时辰出殡是最好的。你以前是不是做什么工作都做不长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能不能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？法师问过我的生辰八字后，就开始掐算。难怪这样，张先生，像你这样阴时阴日出世的人真是万中无一。你现在身不由己。我这阵子好像撞了邪，一上班就怪事连篇。这样吧，我跟你们到你们办公的地方来。那就太好了啊！很快，法师就带着罗盘来到大厦的地下室查看。果然，罗盘很快就有了反应。法师根据罗盘的指示，来到了一处大门前。只见门内向外散发着阵阵阴气，法师急忙施法抵抗。见对方这么厉害，法师只好先行撤退。回家以后才发现是护身符救了他一命。法师立刻换上道袍，念咒施法，大厦里的恶鬼就被他召唤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我回家后也发现了不对劲，家具的位置好像发生了改变。就在我疑惑之际，换好衣服的法师也来了。进屋后，法师也感觉这里非常别扭，就替我看起了风水。这个木架摆在中间对你很不利。为什么？这是你的武皇位，要是东西一压，你会神灵不清，快把它搬开。你这一共有多少房间？客厅、厨房、厕所、卧室，一共是4间。逢一是凶，逢二无妨，逢三不祥，逢四不吉，重物压武皇。这世间凶着呀！听到法师的话，我也非常害怕。走出家门后，法师就把破解之法告诉了我。这有3道符，明天正午，也就是1点钟之前，你把它贴到大厦里。我已经写明了要贴的位置，你不用怕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正午是阴气最弱的时，贴上之后，你们全家就可以消灾解难。于是第2天正午时分，我就按照法师所说的开始贴符咒。就在我贴符的时候，法师却在跟踪阿兰。他看了看时间，就在我贴完最后1道符时，开始念咒施法。阿兰的肚子顿时就有了反应，可是伴随着突然出现的爆炸，法师的咒语也被打断。事后，法师又把我叫到家中，说出了实情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不可以再瞒你了。自从你踏入这个大厦开始，你和你的家人就已经坠入了冤魂的圈套。冤魂的圈套？你记不记得我问过你的生辰八字？记得。阴年、阴月、阴日、阴时，又碰上了天狗吃日，正是妖孽最盛的时候。像你这种在那个时辰出世的人，在世间上很难找到第2个。以你的生辰八字，如果他要上你的身，那真是不费吹灰之力。当初我也不明白，他为什么没有上你的身呢？上我的身？不过我见了尊夫人之后，我就都明白了。啊？他要上阿兰的身？他要投胎做你的儿子。投胎做我的儿子？眼看我这么紧张，法师又告诉我破解之法。午夜子时，趁阿兰睡着之后，法师在家里做法，而家中的我先是要用符咒封住武皇位，以免恶鬼从阿兰体内逃走，随后配合法师的做法，将家中的灶台打破，这样就能彻底消灭恶鬼。可就在我快要成功的时候，阿兰突然出现。不要！不要！你也不开始我算了。最终我还是心软了，没有打破灶台。另一边的法师还以为灶台被成功打破，可下一秒恶鬼直接找上了法师。由于法师刚刚做法，已经用尽了法力，刚刚与对方斗了3个回合就败下阵来。当我赶到时，法师已经奄奄一息。
法师强撑着用最后一口气告诉我，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快点赶回大夏去，找到他的藏身之地，拿着这个符镇住他。你要找到他的尸骨，马上用这道符贴在他的肚脐生命之门。如果让他变成肉身，你和你太太就变成妖孽了，那就为患无穷了。你快点去！眼看法师咽气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再回到大厦。此时的大厦已经变得阴森无比，我一低头就看到一个同事在喊我：小丁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下来。可当我靠近的时候，才发现同事已经不是人。幸亏有法师的符咒在手，才让我逃过一难。随后我就坐着电梯来到了不存在的地下18层，在这里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具尸骨，于是我就把符咒贴到了尸骨上，我手上的鲜血也滴在了上面。诡异的是，尸骨竟然消失不见。就在此时，猛鬼红山仔突然出现。本来我也不想害死他，但是你要消灭我，上天注定我可以重出阳间。如果我没有你的血，我就永无肉身。今晚时辰一到，我就重生了。听完他的话以后，我急忙向回跑。与此同时，阿兰也被送进了医院，马上就要生产。在我回去的路上，被猛鬼红山仔害死的同事相继出现。见到这么恐怖的一幕，我急忙躲进电梯间，打算逃走。可是后面的猛鬼红山仔却紧跟不舍，他一把掐起我的脖子，就想要我的命。危机时刻，阿兰生下了孩子，眼前的猛鬼红山仔也消失不见。我知道，由于我的一时心软，导致猛鬼红山仔成功降生，非常懊悔。转眼之间1周过去，阿兰出院带着孩子回家，我始终忘不了法师临终前的嘱托：天亮之前，你一定要把他消灭。如果让他化成肉身，你跟你太太都会变成妖孽，那就后患无穷了。于是等到阿兰抱着孩子进门的那一刻，我一斧头就劈了上去。此时的我也十分后悔没有听阿兰的话，回老丈人的厂子上班。可是一切都晚了，我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